注意看，嚣张的韩国选手在发布会现场二话不会，直接拿脚踹中国小伙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被工作人员拉开后，这家伙仍然不老实的骂骂咧咧，不仅指着中国小伙的鼻子大骂东亚病夫，还放话要将中国选手打死在擂台上。然而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场面挑衅中国选手，在之前的发布会上，甚至还将一瓶酱油倒在了中国教练的头上。即使工作人员拼命阻拦，这依然盛气凌人，不肯罢休。此人就是来自韩国的明星拳王崔武浩，不仅是雏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，还在韩国拳坛有着绝对的话语权，精通韩国跆拳道，练过日本空手道，甚至还学过一段时间的泰拳。而他更是仗着自己凶猛的打法，在擂台上残忍至极，不是将对手打得躺尸擂台，就是被当场抬进手术室。实打实的荣誉和无法撼动的地位，让他根本就没有将中国选手放在眼里。中国小伙李骄阳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冲上擂台。毕竟两人在赛前就已经剑拔弩张，险些打起来，因此李骄阳也发誓一定要将韩国选手打得彻底怀疑人生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是老姜更辣，还是前浪拍死在沙滩上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蓝色短裤是中国选手李骄阳，黑色短裤则是韩国拳王崔武浩。这是一场雏量级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，更何况举办的地点还是韩国首尔。因此，台下坐着不少支持崔武浩的拳迷粉丝。然而上了擂台，不知崔武浩是真孙子还是在装孙子，竟然畏畏缩缩地躲在擂台边缘，不敢施展动作。反观小将李骄阳则表现得非常激进，在步伐压制对手的同时，还在跃跃欲试地盯着对手的内围。不过崔武浩再怎么说，毕竟是韩国的明星级拳王，就算金腰带充满了不少水分，但实力起码也是绝对的不容小觑。赛前有多嚣张，此时崔武浩就表现得有多狼狈。中国小将李骄阳自参加综合格斗以来，面对的都是外国选手，更何况为了打赢这场比赛，他在赛前对崔武浩做了深入的了解，因此韩国选手的打法战术他还是比较熟悉的。小将李骄阳本场比赛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崔武浩打得彻底躺尸擂台，因此崔武浩朝中国教练的头上倒酱油，让他彻底愤怒到了极点。奈何当时实力差距过大，让他不得不选择折服。终于经过几个月的魔鬼训练，他直接对韩国选手发起了挑战。没想到这家伙狗改不了吃屎，竟一脚踹在自己身上，这样李骄阳更加愤怒，恨不得直接将崔武浩当场撕碎。Yeah, there's definitely that experience of Young Chen. Cool as ice. 李骄阳虽然是客场作战，但他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非常强烈，只要抓住机会，那么必定是势大力沉的重拳招呼在对手的头上。反观不甘心的韩国选手，虽然也在第一时间发起反击，但他拳头的精准度和力量感却和李骄阳差了一大截。李骄阳抓住机会，又是一拳，险些让韩国选手摔倒在地。被打惨的了，崔武浩已经彻底被打破防了。然而，这才只是第一回合，他就被打成这个熊样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他可能根本就撑不到比赛结束。Starting to connect slowly. Just getting better at finishing so far. Low kick. On a counter there from Song Yang. Left hook. 这种分指拳套和那种海绵拳套相比，杀伤力和穿透感更足，可能稍微放松警惕，就会被一拳打得头破血流。不过韩国这家伙貌似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还敢对李骄阳发起主动进攻和防守反击。奈何只要他敢出拳，那么下一秒绝对会遭到李骄阳更加猛烈的进攻。
然而崔武浩也不愧是韩国的明星级拳王，台下拳迷粉丝撕心裂肺的想要唤起崔武浩的战斗欲，殊不知他连命都保不住了，哪里有时间管粉丝的呐喊？看来韩国这家伙确实是有两把真刷子，竟然直接与李骄阳进行面对面的拼拳换脚。然而在换拳中，李骄阳重心不稳，不慎摔倒在地。好在反应迅速，急忙起身，才没有让韩国选手打出更多的拳头。但不知是韩国选手想展示自己的反应力，还是被吓得腿软竟主动倒在地上。李骄阳抓住机会，两人直接来到地面缠斗。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，李骄阳施展的精准打击直接将韩国选手打得鼻青脸肿，医务人员也连忙上前为他进行包扎止血。看来崔武浩的实力也并没有赛前吹嘘的那般厉害，起码此时根本就不是中国小将的对手。And there is in the challenger for the middleweight title.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李骄阳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仍然非常强烈，占据着擂台中央的他也掌握了比赛的节奏。经过首回合的试探，两人对彼此的实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。先不说韩国这家伙实力怎么样，但这抗击打能力绝对是杠杠的。被打得满脸是血亲妈都不认识了，居然还能坚持继续比赛，不愧是拳王级别的人物，就是比一般人更加抗揍。反观李骄阳则依然表现得非常冷静，被没有因为拿到大比分优势就沾沾自喜，从而放松警惕。毕竟韩国选手是出了名的老六合，不讲武德，表面看着非常老实，但心里不知道在憋着什么坏。Come back to life. Get a bit of movement. Gonna start doing something. Great thing out. 李骄阳打出的每一拳都出其不意，给对手带来不小的威胁。不知道台下的韩国观众看到他们引以为傲的欧巴被打成这样，会不会心疼？但崔武浩无论有什么结局，都是他自作孽不可活。中国小将虽然并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，但起码暴揍一个韩国小泡菜应该是不在话下。更何况这家伙实在是太嚣张了，不给他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，他根本就不会长记性。既然来了韩国，那就必须用拳头将小泡菜彻底喂饱。Guys have really got to work hard to get a kick, try to push, jab. try and find a real winner here. All right, Jung Young's taunting. 虽然这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，但两人却全程在站立进行活力对拼。不知道崔武浩是对自己的地面技术没信心，还是对拳法过于自信。不过此时在擂台上，他不仅打不出主动进攻，还处处被李骄阳压制。掌握了大比分优势的李骄阳，基本上已经是胜券在握了。接下来就看是点数赢下比赛，还是 KO 对手赢下比赛。但无论是哪一种结局，都注定了冠军金腰带势在必得。反观崔武浩，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不仅金腰带被抢走了，但在家门口丢脸丢大发了。
Not good. Not good. Williams got to get his back off the bench. Got to work out there. 双方正打得激烈好事的裁判却上前终止了比赛，被打得满脸是血的崔武浩哪里还有赛前的嚣张莫扬？反观小将李骄阳则依然非常的帅气。如果不是裁判终止比赛，那么李骄阳绝对会将他打得彻底躺尸。不过，即使被揍得血肉模糊，这家伙居然还强装镇定，安慰台下的观众。看来这嘴是真比拳头硬，被打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还在为了面子继续比赛。伤口简单的处理之后，比赛继续。李骄阳仍然虚晃着步伐，跃跃欲试的想要施展拳脚。就崔武浩这抗击打能力，可能在日本抗揍界也榜上有名。然而李骄阳今天来韩国，可是奔着给教练报仇来的。既然崔武浩依然不服，那他绝对会用拳头将他彻底打服。只是不知道到时他有没有机会开口道歉。Guys have still got some left in the tank. Whoa, nice big right hand. Slipped onto the. 李骄阳连续的大摆拳，直接将韩国选手打得神志不清，即使咬牙坚持，还是摇摇晃晃摔在了地上。李骄阳乘胜追击，又是连续的摆拳招呼在对手的脸上。即使这家伙再怎么拼命反抗，今天也改变不了被暴揍的结局。最终眼看着韩国拳头就要咽气。护犊心切的裁判连忙上前终止比赛，不然李骄阳绝对可以将崔武浩彻底打死在擂台上。最终，李骄阳成功在第2回合 KO 对手，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觉得中国小伙李骄阳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